大疆 Pocket 4P 实拍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商宇俊。今天我们带着这个大疆的 Osmo Pocket 4 Pro 到了这个北京欢乐谷。今天是北京的这个目前最高的摩天轮北京之眼啊，大眼睛开放第一天就首先我们试了一下用机身这个5维按键来进行这个镜头的摇移。目前呢，机身5维按键只能进行上下或者左右的这种单向的摇移啊，这个斜的还不支持，希望 OTA 呢尽快更新。双镜头结合数码变焦，可以实现1倍到12倍的混合变焦。我试了一下呢，感觉变焦还是比较丝滑的，但是两个镜头切换呢，还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色调的差异啊，它不如 iPhone 的多镜头切换那么丝滑。目前呢，它是只能够实现这个匀速的变焦啊，但是速度还是比较均匀的，但是你要想忽快忽慢就做不到了。这个电子变焦的启动和结束呢，也比较生硬啊，不像我们自己手控变焦可以比较的柔和的启动和收回。长焦的6倍呢，画质还是不错的，到了12倍呢，画质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。我们坐在这个摩天轮的顶端呢，去拍摄北京的地标中国尊啊，可以看出来这个12倍呢，画质还是下降比较明显的啊。但是在这么小的一个机器里面，能够实现这么大的变焦比，说实话，对于旅行拍摄是非常方便的啊，你没有什么换镜头的顾虑。夜景方面呢，在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，画面是比较干净的，也不太需要特意的去开夜景模式啊，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画面。夜景拍出来还不错啊，它这个光挺强的，挺亮的。哪怕呢是一个光比较大的场景，也能够兼顾高光和阴影。相对来说呢，这个长焦镜头的夜景画质啊，要不如这个广角镜头。4K 240帧慢动作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啊。我们在奥德赛之旅这里呢，拍摄了飞溅的水花，可以将精彩的瞬间慢放，用的巧呢，可以比较出片儿。并且呢，机器还会单独给你录制一份音频文件啊，如果你同时需要环境声呢，也是可以得到的。尝试了一下大疆这个新出的 D-Log 2啊，这个是素片和叠加了 LUT 曲线之后的变化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效果怎么样。人物跟踪能力是 Pocket 的一大亮点，无论是博主本人还是几个人一同出镜，都可以顺畅的跟踪。开启多人跟踪模式，则可以很好的平衡构图，保证多人都出现在画面里。我们也尝试了跟踪中心人物之后，做一些环绕运镜，都有不错的效果。大部分时候呢，可以保证人物出现在你想要的构图位置，也没有把人物跟丢，总体来说呢，都还不错。使用长焦镜头在多人场景中的跟踪呢，就不太给力了。我们尝试了跟踪这位绿色车的游客，但当黄色车游客出现在镜头前时呢，跟踪点就自动换人了。看来呢，对人群中的目标识别啊，还需要加强。游乐场的演出呢，很好的模拟了演唱会的场景，得益于双镜头和超大的传感器带来的12倍混合变焦，可以覆盖从舞台全景到演员特写的大部分焦段。在3轴云台的加持下，即便长焦端呢也丝毫没有抖动啊，这一点呢是感觉非常不错的。这个是普通视频模式啊，拍起来感觉会比夜景模式的亮度要稍微低一点点。这个是夜景模式，比普通模式就会亮很多啊，亮很多。现在我们试一下这个补光灯啊，我这是个大逆光的环境，背后有个很亮的光，然后你看我从这边转过来后，脸其实是有点黑的。然后它把我的这个脸提亮之后，背景就过曝了。我现在把这个补光灯熄上，你看啊，加上补光灯以后，它那个整个背景和人脸的这个曝光就都正常了啊。首先背景没有刚才那么亮了，然后现在这个人脸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，只不过它这个灯的范围不大啊，基本上只能够就是自拍这个距离1米左右照一下还可以。好，现在是没有补光灯，我们放出补光灯。好，现在整个曝光还可以啊。我试试，我越走越远，我看这个补光灯大概在多远的距离，它的效果几乎就看不出来了。现在大概1.5米啊，这个效果基本上就没有了。到1米左右能看出一点补光效果，基本上在1米以内，这个对面部的补光都是比较舒服的啊，比较正常的。以上就是这次在欢乐谷对大疆最新的 Pocket 4 Pro 的一些使用体验。
所有的画面呢都是实拍原机直出，没有任何调色啊和加任何的滤镜。怎么样？你感觉如何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吧。